感谢小伙伴的支持，非常感谢。Hello，大家好，这里是风清友。今天自然是哈帕迪骑士的第2期影片了，也就是技能搭配篇。鉴于很多小伙伴已经开始备战伊格尼斯，所以最后我也会分享我自己对伊格尼斯时期的骑士玩法走向的看法。好了，那我们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吧。在雨之国有幸在橙装上面获得了一个自动保护以后，我注意到有自动保护的骑士和没有自动保护的骑士分别是2个职业，因为光这一个词条就能改变骑士在国度和记忆半冒险中的整体技能搭配，从笨重的拖拉骑变成具有战斗爽感的斗骑。对他使用岩拳吧。那么在这里，很多小伙伴肯定也有疑问：如果自己没承袭怎么办？确实，对于非洲人来说，没有了自动保护，就相当于少了一个结实的后盾。整个哈帕迪目前对于骑士玩家自强来说，就是2个极端，就跟洗澡时的把手一样，暴毙和无能之间仿佛没有一个清晰的分界线。同样的搭配，换个敌人就立马不好使了，跟斗士万年不变的技能搭配完全不一样。那么在技能搭配上，我就还是以没有自动保护的平民为主好了。我会推荐一些比较好用的几个核心搭配，然后大家可以根据战斗的实时情况去调整自己的部分技能。比如说，只有小怪就可以舍去天冲，又或者是2个精英怪就需要同时装备铁卫和天冲之类。我目前使用的是一个比较均衡的吸血搭配，在国度中，无论是面对精英加小怪，还是全部都是小怪的情况，都能应付得很好。整体以群伤为主，但是都能对大体型敌人造成比较可观的输出。这里是使用了吸血加防御的组合去延长自己的战斗时间，尽可能吃满更多神圣节奏的增伤效果。因为我不是超级大佬，所以我的天使还是比较能抗的，不太会出现素质对碰的情况。当然我知道绝大部分骑士玩家肯定是会拿自选技能给天冲的，那么对于注重单体的玩家来说，吸血流自然就不好死了。我会推荐尝试高甲的护盾流，当然围擒和双摇还是要看你自己的技能阶级，刻度不同，给的盾量也不同。核心就是依靠潮汐的超标数值去挺离小怪，然后护盾和铁威的组合进行续航，剩下的技能就全部留给清理大怪。一绝可以保证自己永远靠在大怪身边，保证每一次爆破都能炸到他。要是有远程怪物就换成幻流，然后放最后就行，这个看自己随机应变了。你要是有自动保护，那么连围擒和双咬都不需要了，直接上命魂拉满防御以及反击伤害就行。不过要注意，这类搭配通常会比较依赖让敌人攻击自己，所以天使和熊猫之间可能要做一个取舍，因为很多时候天使太能抗也不是一件好事。大佬甚至可以尝试一下暗夜，因为暗夜确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满足了所有大佬需要的条件。比如说大佬自身的高暴击率，一绝持续性触发暗夜被动的破甲，无回复也能保证可以吃满铁玉的层数，以及光速暴毙的优点。通常玩水骑的玩家会比光骑多很多，主要还是因为光骑比较偏后期，大多数人的技能和亲和都会偏向水元素。目前水骑的技能机制是有问题的，就是对于一个极度依赖高频释放技能以及低抗伤让自己被破盾的方式去增伤的流派，策划却在这个时候设计了2个完完全全与核心机制冲突的技能，也就是堆一生肉才能有伤害的潮汐，以及冷却还没结束寒冷就已经失效的终结记忆苍蓝。不知道是只有我这么想，还是大家也这么想。总之我觉得烂透了。目前水骑的话，我会推荐大家与物理技能进行混搭。由于潮汐的素质上很优秀，所以我会很喜爱只依赖潮汐作为群伤手段，搭配多种单体输出技能的搭配，不刻意去叠寒冷。没错，然后你会发现又回到了之前那个物理骑的搭配方法，因为精英怪确实是一个对于骑士来说很难解决的问题。如果大家有什么很有意思的奇妙搭配，欢迎在评论区分享。当然，也可以让我替大家测试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玩法。我曾经很爱用的嘲讽流，在哈帕迪基本上完全不好使了。因为哈帕迪的骑士，无论是想要打出高额的单体输出，还是群体输出，都很依赖多个技能的联动搭配。比如说光元素的充能，
物理的精通，还有水元素的寒冷。跟宇之国那时候的无脑一个神恩就可以同时兼顾单体、群伤以及回复的情况不同。哈帕迪的骑士，尤其是技能阶级不高的平民骑士，最大的问题就是伤害不足，而这正是嘲讽流最大的痛点。所以这里还是推荐大家把双嘲讽留给副本和挑战赛就行了。我曾经有展示过空血流，也就是打前压血量的方式，强制提升自己的防御，同时增加神圣能甲的搭配方法，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去试一试。不过关键时候总是不好使就是了。目前反击流依旧是处在一个左右两难的地方，主要还是因为目前能用的反击手段都是以连击数量提升出伤方式的，而唯一看伤害量进行反击的光反又是一坨大便。骑士在哈帕迪的竞技能力走向了两极分化的程度，也就是自己能不能打得过对方，看的不是自己的技能搭配，而是看对方的技能搭配。对方要是他什么风法或者常规的浴血斗，那么可以说是格挡够了，随便打。一旦对方是火法或者什么破甲黑手斗，那么就可以直接宣告游戏结束了。由于策划明确说过，希望骑士的减伤手段不仅仅局限于格挡，而大家应该从宇之国就开始有这种感觉了，所以我相信一定有小伙伴会在想，到底还需不需要继续堆格挡？那么这里我的建议依旧是需要，因为策划嘴上说是削弱格挡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在说削弱格挡减伤的重要性。不同减伤来源的技能在搭配格挡的情况下，能让骑士肉上加肉，并不仅仅只是因为我有减伤了，所以我不需要格挡了。不过对于刻度更大的骑士玩家来说，相较于继续在词条上堆格挡减伤，或许适当的来一些暴击率会更合适，甚至暴击伤害。看起来策划是想要分别为物理、光和水设计3个流派，不过就我来看，这条路还很远。要像术士那样元素流派分明，应该还是太遥远了。即使是7转骑士，也依然是以混搭为主。就我个人感觉，骑士这个职业，氪金和不氪金的游戏体验差距是越来越大了。当其他3个职业都在绞尽脑汁思考如何不被打死的时候，只有骑士玩家在考虑如何打死别人的同时，还不要被别人打死。那么这期哈帕迪骑士影片也就分享到这里了。不知道已经在准备伊格尼斯的骑士对哈帕迪这个赛季是什么看法呢？还没进哈帕迪的骑士对本赛季的6转骑士又是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讨论。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